你以为躲过了2022就能躲过2026吗？赤马红羊，天火降临。不要一开始就讲这么恐怖的东西啦，那是统计学，是统计学。各位社员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泽塔星系的地球观察员辉仔。我们的宗旨就是用理性、务实、科学的角度破解那些无聊的迷信。我是珍姐。辉仔，你刚刚腿在抖哦。那是因为地心引力异常。总之，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据说让全人类都在发抖的年份——2026年。没错，从东方到西方，从古代星象到现代漫画，所有的箭口都指向了这一年。辉仔，你们外星人的大数据有显示这一年会发生什么事吗？2026年太阳黑子活动达到第25周期的峰值，导致地球通讯中断的几率是78.5%。这很科学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太阳黑子，中国古人可不这么看，他们看到的是赤马红羊。在中国的干支纪年法里，2026年是丙午年，2027年是丁未年。这两个年份在命理学上有个响亮的名字，叫做赤马红羊节。赤马听起来像是某种新款的法拉利跑车。丙是阳火，午也是火，这叫做天河水或者烈火燎原。这一年天干地支都是火，阳气过剩到了极致，意味这2年连在一起，在历史上就是灾难吃到饱套餐。我们来看看历史数据。1966年丙午年，中国发生了什么？文化大革命，社会秩序像被火烧过一样，旧的一切都被摧毁。再往前，1906年丙午年，旧金山大地震。等等，地震是板块运动，跟天干地支有什么关系？这不符合物理学。1126年，靖康之难，北宋灭亡。1846年，美墨战争。每一次赤马出现，都伴随着政权的更迭、大规模的战乱或者是天灾。古书说，赤马红羊节，龙蛇起战端。虽然我是外星人，但从统计学来看，每60年确实有一个熵值激增的周期。你们地球的人类集体潜意识可能受到太阳磁场周期性的变化的影响，导致多巴胺分泌异常，容易暴躁，发动战争。所以赤马其实就是太阳风暴导致的神经功能性集体爆发。照这样解释也可以，重点是2026年这匹红色的马又要回来了，而且这一次它还带着更强的火药味。看看现在的国际局势，这桶火药是不是只差一根火柴？好吧，历史归历史，我们来看看现代的网红。那个印度的阿南德，他不是预言了2020年的疫情吗？虽然以几率论来说，一直喊狼来了总会喊对一次。阿南德用的是肥陀占星术，这比西方的12星座要复杂得多。他特别警告2025年到2026年这段时间。让我猜猜，又是水星逆行？比那严重。他说2026年是 AI 展现神性和魔性的一年，同时还伴随着地缘政治的重组。这点我倒是同意他。根据摩尔定律和算力增长曲线，2026年确实是 AGI 的起点。但他说的魔性，该不会是指 AI 会像魔鬼终结者那样吧？阿南德预测
这段时间地缘政治将发生巨变，权力中心会从西方转移到东方，而且南海或台海区域可能是冲突的焦点，这就是他所谓的行星战争。行星战争，这我熟，这是指第4维度的星际巡舰在地球轨道上方交火吗？是指地球上的战争灰载，但他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点，2026年也是人类灵性觉醒的关键年。他认为物质主义会崩溃，人类将被迫回归自然，放弃工业化农业。灵性觉醒，这符合卡尔达肖夫指数的转型特征。当一个文明即将从0.7级要升到1级时，通常会经历阵痛期，旧的能源结构，石油、工业农业必须被淘汰。阿南德接收到的讯号可能不是来自星星，而是文明升级通知书了。你们发通知书的方式就是发动战争和饥荒吗？这是压力测试嘛，通过测试的物种才有资格加入星际俱乐部嘛。如果说阿南德看的是天，那这位女日本漫画家王树良，她看的就是地。她在1997年就画出了2011年3月11日的大灾难，而她也曾预言了2025年7月5日会发生比311高3倍的海啸袭击亚洲。呀，理性务实科学，这并没有发生，我们现在还很安全的在录 Podcast。你冷静点，王树良有一个15年周期法则，如果2025年7月那个灾难没有准时发生，或者说2025年只是一个触发点，那么2026年我们将会生活在一个灾后重组的世界里。你是说供应链断裂、瘟疫、粮食危机？而且王树良还预言了2026年夏天神奈川横滨一带会有大海啸。如果2025年是大灾难的前奏，那2026年可能就是余波荡漾的结账日。这在地质学上也不是不可能哎。如果菲律宾海板块发生连锁破裂，天哪，珍姐，我突然觉得我的飞碟，不是，我的逃生舱在哪里？重点是，这些预言家都指向同一个趋势，旧的结构会在2025到2026年被彻底打碎。说到结构被打碎，我们必须请出西方的预言祖师爷诺查丹马斯。在他的百诗集中，有一首被现代研究者认为直指2026年的4行诗：火星将以战争之力威胁我们，70次流血，来自东方的3把火，西方将在沈默中失去光芒。说火星威胁我们，这是不是指伊拉马斯克？他不是要把人类送上火星吗？也许诺查丹马斯看到的是星舰发射失败掉下来砸到人。肤浅。在炼金术和神秘学中， Mars 代表战神，代表冲突。诺查丹马斯这是在警告2026年可能会有大规模的军事冲突，可能涉及核武器或生化武器，导致人口锐减。这与赤马红羊的火解不谋而合。从天文学角度来看，2026年火星确实会有特定的相位，但从地缘政治来看，东方的3把火，这听起来像是某种军事联盟。很多分析师认为，这可能指俄罗斯、中国、伊朗这些东方强权。没错，而西方失去光芒，很明显是在暗示欧美势力的衰退。诺查丹马斯似乎在几百年前就看到了全球权力版图的转移，而且他还提到了恐怖大王从天而降。虽然这句原指1999，但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循环。现在的天空布满了无人机、高超音速导弹，这难道不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恐怖大王吗？诺查丹马斯看到的不是外星人，灰仔看见的是人类自我毁灭的本性。
2026或许就是那个引爆点。听你讲完，我突然觉得海底火山爆发好像比较温柔一点。最后，我们来聊聊巴尔干半岛的诺查丹马斯巴巴万加。虽然他已经过世了，但他留下的2026年预言清单可是相当精彩，甚至有点超现实。可可，他说了什么？是不是有关于宇宙方面的事情？有，他有3个重点预言。第一，欧洲人口将会面临巨大威胁，甚至有接近空无一人的极端描述，这可能是战争，也可能是生化危机。第二， AI 人工智慧将在2026年彻底失控，甚至开始统治人类的日常生活。这点我很认同。根据起点理论， AGI 确实快来了。如果人类继续把决策权交给 algorithm， 变成宠物是迟早的事。那第3个呢？第3个也是最让人不可思议的，万家婆婆预言2026年人类将与外星文明进行第一次官方接触，甚至提到会有巨大的太空船进入地球大气层。哈？外星人？怎么可能？2026年也太快了吧！我是说，我阿公要来也要办签证、排航线什么的。我觉得万家婆婆可能看错了，那可能是气象气球，或者是 SpaceX 的火箭。你干嘛流汗？你不是一直想你阿公吗？如果是真的，你不应该很兴奋吗？我当然兴奋呐，但是如果真的官方接触，那就代表不能再低调混日子啦。我的意思是理性、务实、科学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。如果外星人真的来了，人类这种好战的种族，2026年又刚好是赤马红羊节，万一对我们发射飞弹怎么办？那不就变成星际大战了？所以万家婆婆的意思是，2026年我们不仅要面对地上的战争，还要面对天上的旅行团，或者是这些旅客是来收拾残局的。我阿公他们都是友善的观光客了。总之，万家婆婆的预言把2026年描绘成一个人类不再是地球主宰的年份，不管是 AI 还是外星人，人类的地位都要降级了。综合来看，2026年东方说是火解，西方说是战争，甚至还有外星人和海啸。这剧本精彩到我都想拿爆米花出来看了。这不是看电影啊，珍姐，我们在演灾难片的路人甲。不过说真的，这么多不同来源的预言都指向同一个年份，这确实是统计学上的显著异常。那么各位社员，听完这些不科学的预言，你们是怎么想的呢？关于为什么2026年被多方预言锁定，我们整理了3个观点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站哪一边。观点1，科学巧合派，这只是巴纳姆效应加上历史周期的巧合而已，大家不要自己吓自己。观点2，灵性重置派，这是地球的扬升过程，旧的系统必须被火烧毁，人类才能在废墟中觉醒，进入心灵导向的新时代。观点3，阴谋论剧本派，这一切都是被设计好的，包括 AI、战争，甚至所谓的外星接触、蓝光计划，都是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剧本。我自己是选我保留，我只想安静地喝我的珍珠奶茶。如果你觉得2026年真的有大事发生，或者你已经开始挖地下室了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。如果这集让你感到焦虑，别担心，下一集辉仔会用他最爱的硬核数据来告诉你，为什么学者和军事专家其实比预言家更害怕2026。没错，下集我们不谈玄学，谈并推，谈科技起点，谈星象学的嗅学模型。这里是不科学研究社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2026年见，如果网络还在的话。喂，不要乌鸦嘴啦！